话是1960写好的啊。1960，想想看，是他的第一个长篇。说长篇其实不算，应该不到10万字，大概8、9万字而已啊，也算是个中篇了啊。文艺政策还是反共文学，本土作家的作品要登上副刊是很难的，就是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，鲁冰花第一个本土作家的长篇小说被登上主流文坛副刊的小说，就它意义来讲，对当时的本土作家有很大的鼓励。第二个就是这本书所反映的一些当时的社会状况，包括教育的问题。其实我父亲会写这篇小说，最早是因为我母亲经常看日本的妇女杂志，我父亲曾经在这妇女杂志上看到一条小新闻，就是日本的一个小朋友的画画得到世界冠军。我父亲当时看到这条小新闻就非常震撼，因为他在学校也教美术，他们师范毕业大概什么都教了啊，美术、体育、音乐什么都教。他也教美术，他在教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感慨。那时候的教育，美术教育就是，你画一个瓶子，你就画得像就好了；你画一个人，把它画得像就好了啊。学生完全被框限在那种格式里面，所以这个制度是很有问题的。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就透过古阿明这个小朋友，这个美术天才，来讨论当时美术教育的缺失。那除了这以外，也反映了当时的贫富不均。另外一个就是选举的弊端啊，那时候要选乡长的，共产党在学校拉票，还答应说，投我一票，我送你一套西装啊。所以这本书后来以悲剧收场，赚人不少眼泪啊，尤其是拍成电影以后，几乎老中青一辈都看过吧啊。